马娇。 你是要将本魔主烧死吗？你这个魔主也不过如此。你现在是不是算彻底好了？我上次进你灵府，发现里面好糟糕。要是换成一般人，是不是早就疼死了？ 我是一般人吗？那便是没事了。都怪我，非要娶什么顾玉武，是我太天真了。在这样的乱世，怎么会有那样的桃花源呢？痴心妄想，还差点害了你。 待我将仙魔两界的脏东西都清除干净，你去到哪里都是古一物。你是要一统仙魔两界？问过魔域老大的意见没有？我的道侣是魔主，我不应该担心此事吧？我这只是捡来的魔主。 没有实际话语权的，他们让我当魔主，不过是因为我体内的魔丹，表面上看着听我的话，实际上还得看我表现。魔域就是个强者为尊的地方。你是这天地间唯一能让我不战而降的人，便是至强之人。 魔域的人可没那么好糊弄。我会为你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你便好生做你的仙羽。你这般为我着想，我也不能当甩手掌柜。我觉得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，打起来最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。要不我们搞个仙魔两族大融合？ 至于那些顽固分子，留着慢慢整治便是。听你的。这就是司马娇的灵府了。 怎么没反应啊？难不成是神魂受伤太重，没有攻击性了？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师祖，司马娇，娇娇，这么容易就开了？
家伙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？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你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昭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。司马昭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，不要，这是神魂内核。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日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，快停下！不要，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血为天，烟为司马昭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
得了好处嘛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他不是喜欢你吗？说不定你能进去呢。师祖，我来救你了，开个门呗。那不然你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，我想听实话。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他说不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呢。哎呀，不，太膨胀了。人生3大错觉之一就是对方肯定喜欢我，10有8九都是自作多情。清醒一点，清醒一点。对方可是活了起码500岁的老祖宗，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就算你喜欢他，他也不会在意你那点喜欢。你区区一个筑基期的小修，跟我谈喜欢，你真可笑，日日挂念着情爱，怪不得你们那里的人修为毫无精进。我不可能救了一半不救了吧？这半途而废的岂不是更浪费？哎呦，我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。廖天岩的灵府竟如此宁静舒适。我之前好像都没有怎么认真看过你的容貌，所有的印象好像都停留在第一次见面那一天。当时我旁边那个人的尸体倒下了，血溅到我的裙子跟手上，我冷汗都吓出来了。再后来，我看到你对抗越来越多的人，又渐渐了解到你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。我遭受过的痛苦，都要一一讨回来。师祖，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。没错，对你的害怕反而没有那么深了。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不怕了，哪怕想着你醒来会对我发飙，说实话，我一点都不紧张。这么柔的耳垂，怎么没生成个有妇之人？你醒了。